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欢迎回到我的 EasyKids 2系列视频课程。这一节我们来仔细看看歌曲轨道。拖拽歌曲轨道区域的顶边可以调整歌曲轨道的高度。如果拖拽到最下面，还可以将歌曲轨道最小化。歌曲轨道区域主要分为3个部分，首先是顶部的工具栏，中间是歌曲轨道部分，底部是播放控制栏。当我们将歌曲轨道区域拖拽到最小化状态时，依然有完整的工具栏，下方还有一行歌曲片段的预览视图，然后是完整的播放控制栏。播放控制栏中的按钮作用很明显，这里是跟随宿主按钮，默认是激活的，代表 EasyKids 2的内部回放速度会与宿主软件保持同步，并且也会跟随宿主软件一同播放和停止。如果关掉这个按钮，则可以通过速度调节滑块来自由设定内部的回放速度。但当作为插件来在宿主软件中使用 EasyKids 2时，通常都是激活这个按钮，以保持和宿主软件的同步。这里还有一个循环按钮，激活后可以在歌曲轨道中显示出一段循环区域。当我们在编辑某个片段时，可以进行循环播放，例如在反复尝试不同的和弦时，或尝试使用不同的节奏来对和弦进行试听时，就可以设定这样一个循环范围，让它一遍一遍地重复播放。拖拽循环区域的左右两端可以调整要进行循环的长度，单击循环区域的中间部分并横向拖拽，可以调整循环区域的位置，并且在我们移动循环区域时或调整循环区域的长度时，循环区域还会自动对齐到节拍。接下来是停止与播放按钮，单击播放按钮将会开始播放歌曲轨道中的内容。也可以使用空格键来播放宿主软件， EasyKids 2也会跟随一起播放。此时如果单击停止按钮， EasyKids 2会停止播放，但宿主软件是不会停止的。所以停止和播放按钮是只对 EasyKids 2内部有效的。接下来是录音按钮，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录制 MIDI 音符。激活录音按钮后，进入预备录音状态。还可以激活右侧的节拍器按钮，在录制过程中为我们提供节拍参考。另外，还可以激活预备拍按钮，这样可以在正式开始录制之前，为我们提供一个小节的预备拍。单击播放按钮就可以开始录制了。单击停止按钮可以停止录制。接下来是拍号，通常都是和宿主软件保持同步的，但是如果整个歌曲中包含节拍变化、速度变化或包含转调的话，则需要在专门的编辑器中进行编辑。通常节拍和速度是不需要单独设置的，因为会自动与宿主软件保持同步。但调号是需要单独设置的，选择为自己当前歌曲的调号就可以了。在右侧是一个功能菜单，通过此菜单可以打开额外的调号编辑器、节拍编辑器以及速度编辑器。这些编辑器我会在后面的课程中再进行详细的介绍。在右侧是 EasyKids 2的整体输出音量调节滑块。最后是 MIDI 输出与输入功能菜单，在这个菜单中可以选择 MIDI 输入设置，这将打开设置窗口，并自动切换到 MIDI 输入界面。这里提供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MIDI 力度曲线设置功能，
选择 MIDI 输出设置，也会打开设置窗口，并自动切换到常规界面。这里有一项 MIDI 输出，默认是没有激活的。如果激活这个选项，则可以将 EZKiss 2中的 MIDI 信号输出给宿主软件，来作为其他 MIDI 轨道的输入源来使用。也就是说，可以使用 EZKiss 2中的 MIDI 模板来触发其他的音色插件。例如，我激活这个选项，然后关闭设置窗口。现在我来添加一个其他的音色插件，例如 Contact。添加一条 MIDI 轨道，在 Contact 中，我随便选择一个钢琴音色库。在与 Contact 相连接的 MIDI 轨道输入路由菜单中，可以看到有 EZKiss 2的 MIDI 输出端口。选择这个端口，再回到 EZKiss 2的界面中，我们将 EZKiss 2的输出音量调整到最小。现在播放内部的 MIDI 模板，听到的声音就是由 Contact 播放出来的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 EZKiss 2的歌曲轨道区域。在顶部的工具栏中，还有一些功能按钮。首先是选择工具，用来选中歌曲片段，还可以移动歌曲片段，也可以调整歌曲片段的长度。第二个是铅笔工具，使用铅笔工具，在歌曲轨道区域的第一行单击鼠标左键，可以添加一个空的歌曲片段；单击第二行，可以添加一个默认的和弦；单击第三行，可以添加默认的 MIDI 音符。第三个按钮是分离工具，使用这个工具可以将现有的歌曲片段切分开来，也可以将和弦切分开来。例如，有时节奏模板可能是一个小节一个和弦，而我们需要两拍一个和弦，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工具将原先的和弦先切分开来，然后分别指定需要的和弦。另外，在使用这三个工具时，还可以加入 Auto 键来得到不同的功能。在使用选择工具时，按下 Auto 键可以临时切换到分离工具，便于我们对和弦进行分离操作。松开 Auto 键就会返回到选择工具，便于我们双击和弦进行编辑等操作。在使用铅笔工具时，按下 Auto 键也可以临时切换到分离工具，松开 Auto 键就会返回到铅笔工具。在使用分离工具时，按下 Auto 键可以临时切换到选择工具，便于我们移动歌曲片段或双击和弦进行编辑等操作。松开 Auto 键就会返回到分离工具。这些工具大家多熟悉，很快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使用方法。接下来的这些按钮的功能都与歌曲片段息息相关，我们下节课程再来做详细的介绍。最后，这里还有个轨道选择功能。EZKiss 2中可以添加多个歌曲轨道，有时我们需要为歌曲的某个段落，甚至是整个歌曲编配多个编曲方案，这时就可以用到这个多轨功能。这里默认显示的是轨道1，单击右侧的添加按钮，可以添加更多的轨道。当多个轨道的名称无法全部显示出来时，可以通过单击右侧的这个按钮，在菜单中进行切换。双击轨道名称，可以对其进行重命名。单击轨道名称标签按钮右上角的关闭按钮，可以删除指定的歌曲轨道。在歌曲轨道名称标签按钮上，单击鼠标右键会打开一个功能菜单，这里包括移除歌曲轨道命令、重命名以及复制歌曲轨道命令。
选择复制歌曲轨道命令，可以为当前歌曲轨道创建出一个副本，并建立为新的歌曲轨道。这便于我们在原始轨道的基础上进行修改，例如更换不同的和弦，或替换 MIDI 节奏的音符，来快速形成另一个钢琴声部的编曲方案。这里的每个歌曲轨道都是相互独立的，播放时也只会播放当前所选择的歌曲轨道。好，这节课就先到这里。下节课程中，我们继续来了解有关歌曲轨道中的其他功能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